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大哥要处理的是这部非常漂亮的白色 W123230E 的车子。这部车子是从宜兰来的一位吴先生，交给张大哥处理的。那这位吴先生，他的车子是目前张大哥所看过123W123的白色最漂亮的，也就是整理最细心的车子。我们到他车子里面来看，它里面的地毯完全都重新整理过了。我们来看它的这个细节的部分，座椅，以及天棚所有的内装，整个包含这个中控台，整个都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整洁。这部车子要交给张大哥处理呢，就是引擎的问题。引擎老兵都碰到一个毛病，因为油路堵塞。被汽油胶堵塞之后呢，那当然怠速也调得不稳定，那加速也没力。那这部车子呢，我们来看，它发动的现在是热车状态，我开红火现在是稍微温车我发动，发动时还好，但是车子很明显就是抖动。排气管后面我就闻到有臭油味，这当然就是老兵常有的标准问题。等张大哥整理好以后呢，我再来跟大家来报告，这个引擎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到前面引擎盖打开来看看，这部车我刚刚有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看到这个引擎的话，真的让人大开眼界。整部车子都全部包含引擎的部分，就全部拆下来重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引擎盖它也去重新烤过了，里面干干净净的。包含我们来看这个它的进气的部分，也是重新喷砂，重新处理过，非常漂亮，干干净净，看起来真的是令人赏心悦目。张大哥就一起来也会觉得很愉悦。那我等一下把它的这个滤清器打开，我们再让大家看一下。张大哥已经把这部
车子的那个空气滤清器已经拿下来了。我们看到这部车子，这个车主的用心，气缸盖都重新再烤漆过，排气管也是看起来是重新处理过了。那整部车子的引擎干干净净的，包含我们看到这个进气气管，它重新喷砂烤漆，包含这个引擎体 block 的部分。我们看到那个引擎体 block 的部分也是整理的干干净净的。这部车子的引擎室里面是大哥很少看到这么干净、这么整洁、整理的这么用心的，所以这种车子在引擎盖打开也是让人赏心悦目。那大哥今天会来做的工作呢，就是第一个。当然，就重点在这里，分油盘。大哥会把整组分油盘全部拆下来，然后再做机台做清洗校正之后呢，然后再回装。那这个是重点这个就是这个加热阀，这冷车加热阀，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冷车加冷的功能。但这个东西一般来讲，年久了都堵住了。那清洗过之后要调整。也会花很长的时间。喷油嘴的部分，当然，车主跟我讲这是新的喷油嘴，那大哥当然也会拆下来，在机台上再重测为了确保我们整个所有的组件都能够很完整的在机台上测试完成之后，我们再回装，才不会造成无谓的困扰。那高压线大哥也会再重新检查，那火星塞也都必须会把它换掉。我们来看这123的车，欧规的车子有看到这里一样是 H7DC 的这是没有电阻的，这个跟6缸的M103是一样的，是 H7DC 在这个水箱罩这个地方。当然你换 HR7DC 的话，火花会变弱了一点。当然是最好是不要这样子，因为老车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的每个部分都那么样的健康。那等大哥做完修，然后再做测试之后，再跟各位来。当大哥已经把这部白色的 W123完修了，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引擎完修的测试。目前我们看到还有系统还有承压，这个是系统压力，这个是泄油压力。我们看这系统都还有承压，所以它还是 QQ 的。那我们来做第一次的冷车的启动。好，当然进到车内了。好，我红火。我们看到这温度是在最低点的位置。好，张大哥做第一次的启动，就是一点就着了。我们看到这个压力还是在，温度还在40度以下。冷车一启动，这个吹油还是非常漂亮的。OK。我们来看到，这个是系统压力，这个是泄油压力。那如果我们的加热阀，我们这个加热阀如果是正常的话，冷车一启动的时候，它压力应该会从大概在1公斤左右，然后就慢慢的上升到了大概在4公斤左右就停止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压力在缓慢的上升。代表是说这个加热阀是在正确的工作，因为它压力低的时候呢，就代表它是在加浓的状态。那我们就等它的工作温度达到工作温度之后呢，我们再来做那个加油测试的动作。
那这部车子，它所做的工作，第一个，这分油盘都已经拆下来整修了啊。那这个，张大哥有做他的分油盘的测试报告，整个流量的测试，加热阀大哥已经有清洗过，然后也校正过了，所以才会有看到我们这个泄油压力它现在已经慢慢的在爬升当中。火星塞全部都换新了。高压线的部分，它原车来的高压线是正常的高压线。那分电盘，张大哥也有检修过它的火花，也非常足够，分电盘也没问题。有更换的，就是火星塞，再来就是它后面的蓄压阀我们在片头上面有看到这个蓄压阀，因为它漏油，所以没有残压。没有残压的话，就会造成启动上面在热车启动上面的困难。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目前的，因为它暖车状态，它还在加浓状态，所以说它的含氧量，左上角这个含氧量，它在持续的降低。因为刚暖车的时候呢，它是在负油的状态，也就是混合比较浓的状态。那等它温度达到60度以上的时候呢，这个含氧量就会慢慢的降低，那代表是完全燃烧。这部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它这个怠速的开关怠速开关它的怠速开关是故障的。那张大哥已经把怠速开关已经把它换上去了。那至于这部车子张大哥发现，我们这里有没有看到这条线？这条线是什么线呢？这条线就是换挡线。换挡线它为什么张大哥把它拉开了？因为它的这部车原来是3档的变速箱，那车主已经把它换成4档的，但是张大哥发现，我们看这个换挡线是卡住了张大哥怎么拉不动，它卡住了。卡住了呢，目前的档位是可能是卡在3档吧，所以说它是没有变速的机制。那因为它不能够活动，所以说影响到我们整个加油的机制。那所以张大哥就把它拿开了，那请车主他到时候再回去请做变速箱的厂商，请他把这个问题把它解决。那目前呢是倒档很正确，倒档都 OK。那卡住的档位呢，张大哥感觉上试车的感觉应该是在3档左右那我们就等他的这个车子热车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来试着现在应该已经差不多了温度应该会我们来看这个泄油压力，现在已经提升到大概在4公斤左右。那它也不会再提升了，因为这个加热阀，它这个加热插头我们看到这个加热插头，它加热插头它现在一直在供电状态，那系统那个泄油压力就达到这里，它就不会再提升了。也就是说，它并不会再做冷车加油的作用，它的混合比呢是回复到热车的状态，它就不会再改变了。这是因为压力差的关系。我们来试着看它油门的反应。这反应非常的迅速。那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油门锁这个降档锁在这个位置这样可能看不太清楚。那如果我加油的时候，我们有看到，那它会拉动这个机制。那这个降档锁它已经卡住了，所以说它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加油的整个动作。所以张大哥一些战术是把它解开。目前已经达到那个暖车状态。我们到车子来，在车内来看一下它这个情况。
哦，目前水温大概在70度左右。我们来试一下它这个加油状况。因为它 W123它没有转速表哦，所以说我们只能凭声音的感觉，这整个反应非常顺畅。好，大哥把电门关掉。好，热车重新启动。这是1点就着了。哦，温度已经大概在70度。OK。好，我们再试一次。好，关闭。好，启动。这启动了，当然是不能再踩油门。踩油门启动就表示说引擎有状况了。哦，整个热车跟冷车启动都非常的正常。我们来看到现在的热车之后的含氧量啊，它现在是2%，它应该还会再降低，因为刚刚张大哥又有做加油的动作，所以说它的含氧量，也像含氧量它会持续的到稳定状态。现在1.9，张大哥要求是在5以内，因为它是4缸，所以说它的含氧量当然比8缸或6缸的稍微少一点。我们看到排气管末端已经开始在滴水了，而且这排气我们这样看这个角度看，应该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已经热车一段时间了，所以说这个水滴我们有看到，如果说有加油的话，它水滴会喷得更多了。那因为地上是湿的，所以我们看不出来。好，我们来看这个含氧量，现在就是持续的降低，就代表这个状况非常好。